今天不想回家的保家成员里竟然有爱宝。姨姨在房间里喊遍了保家成员的名字，只有瑞宝在听到自己的名字后走了回去。而至于爱宝和辉宝这里，爱宝貌似有点不开心的样子，或许是爱宝听出了这个声音，不是圣西姨母的，也不是奶爸的，所以爱宝根本不想回家。虽然爱宝懂事儿，但爱宝的懂事儿也仅表现在信任的人那里，例如2个奶爸和圣西姨母，其他人爱宝还是有些信不过的。而瑞宝这里在下午早就按耐不住自己躁动的内心了，在通道门口来回盘旋了好几次，来到床上烦了烦妈妈。爱宝看到瑞宝来了，还特意给瑞宝腾开空，然后一把给瑞宝搂在了怀里，但瑞宝根本不安稳，又从妈妈怀里挣脱了出来。等爱宝转身又睡去时，瑞宝又过去捣乱了。瑞宝此时就是你跟他玩他不想玩，你不理他他又过来找你。瑞宝爬上妈妈的头，坐在妈妈的头上，给妈妈的头顶做了下标记后，才心满意足的离开。但当走到一半，瑞宝发觉对面更无聊，又拐回去了。瑞宝此时全靠自娱自乐。瑞宝又走回了妈妈身边，如果要是没有妈妈在身边该怎么办呀？瑞宝直接踩着妈妈的身体，一手钻到了妈妈的怀中间，只有这里才能让瑞宝感觉到十足的安全感。瑞宝在妈妈身上翻来覆去，而爱宝对于瑞宝只有宠溺和忍受，一直承受到瑞宝自己感觉这样没有意思。之后瑞宝又叼着一根竹子，开始在园区四处闲逛。瑞宝一直这样无聊到下班点，所以下班时通道门一开，瑞宝就飞速的跑回去了。看看辉宝40厘米的腿究竟，而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一切都怪宋3岁。昨天在宋3岁个人演讲中，有一提问了宋3岁。오늘 중에 제가 확실하게 후이바오의 달리기에 대해서 주토피아 카페에 올려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. 자, 그럼 후이바오 좋습니다. 후이바오 그건 좀 잔인할 수도 있겠다는 생각이 들어서 후이바오만 질문한다면 후이바오만. 而到了晚上，宋3岁也信守承诺的将辉宝的腿长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上。辉宝表示永宽真是无可。辉宝要上网看看，把这些偷笑自己的姨姨全记下来，还有说自己腿短的姨姨，等着挨个咬你们的腿。今天的辉宝努力撑着自己的大长腿，跟姨姨们示意自己的腿可不只有40厘米长。宋3岁是在散步，辉宝为了让更多的姨姨们能看到自己的大长腿，今天一直都在坚持用这个姿势吃竹子。一会儿出室外时，辉宝就有小脾气了。在妈妈和姐姐回室内时，辉宝这里不想回去了，本来是想惩治宋3岁的，但没想到来的是江爷爷。江爷爷抱起辉宝就往通道门口走，辉宝则是用腿锁住了爷爷，表示要让宋3岁过来给自己道歉。江爷爷走了一路，辉宝锁了一路，中途江爷爷还差点被辉宝绊倒。虽然这次没得逞，但辉宝一定会找机会给宋3岁一个教训的。今天下班，辉宝又不给面了，吃了宋3岁的小苹果，还不配合宋3岁，甚至故意爬到高的地方，让宋3岁够不着自己。但宋3岁也成长了，眼看辉宝不听话，转头就走了，跟辉宝玩上冷暴力了。今天下班点到了时，依旧是只有瑞宝自己醒着。瑞宝爬上小木桩，站起身，试图叫醒正在睡觉的辉宝。这是因为宋3岁跟瑞宝谈了报酬。此时的宋3岁眼看园区只有瑞宝醒着，便给瑞宝喊了过来。宋3岁以1块小苹果为报酬，让瑞宝喊辉宝下来。瑞宝从小就讲诚信，吃完小苹果后就回去叫辉宝了。只不过自己能力有限，瑞宝发现自己根本叫不动，宋3岁便让瑞宝先自己回家。不过这是爱宝醒了，宋3岁眼看爱宝醒了，立马送上小苹果，防止爱宝一会儿再重新睡过去，用小苹果给爱宝提提神。爱宝看到小苹果后没有犹豫，立马转头过来给小苹果吃掉。爱宝吃完小苹果，看了看通道门，爱宝这时知道宋3岁为什么送小苹果了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回家。爱宝从不白吃人东西。爱宝消化完小苹果后，便从小亭子上下来，走回了家。这时便只剩辉宝了。宋3岁带着诚意来到园区，一手的小零食。宋3岁先是给树上的竹子扯了下来，准备大干一场，接着站上去喂给了辉宝一块小苹果。本想趁辉宝还没反应过来就给辉宝推下去，哪知辉宝反应的这么快，一下打破了宋3岁的计划。辉宝站在最高的树杈上，让宋3岁够不着自己。宋3岁这趟白出来了，甚至还赔了好几块小苹果。而对于辉宝的下班，这下只能看辉宝自己的心情了。宋爷爷将头送到瑞宝嘴边，看瑞宝敢不敢咬。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怕的瑞宝对着宋爷爷的头就来了一口。
好在只是咬了口头发。宋爷爷对宝家真是打心底的信任，仍是将野生动物曾经蚩尤的坐骑养得跟宠物一般。宋爷爷给竹子搬回去后，又拿来工具为姐妹俩清理青团，刚好遇到瑞宝给辉宝从滑梯上推下去的情景。宋爷爷知道姐妹俩扛摔，于是便专注地在小木床上清理着青团，而摔下来的辉宝一直跟在爷爷屁股后面转来转去，看样子应该是摔得不疼，对着爷爷扑来扑去，一会儿抢扫把，一会儿又抢爷爷的皮靴，但最后都没得逞。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爬小亮台，福宝爬小亮台是越来越熟练了。福宝抱着左侧的树干向上爬去，因为右侧的树缝总是会使福宝卡住，所以福宝直接从另一侧爬，虽然麻烦一点，但起码自己不会被卡住，被姨姨们看笑话。福宝来到小亮台上后，先是稍作休息了一会儿，而今天天气冷的，福宝呼出的气都能清晰可见。而在昨天，韩国近乎所有媒体都相继报道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福宝将于4月份回国，开启回国后的新生活。江爷爷解释到，这个事情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，就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以及大熊猫保护基地进行协商。而根据国际上对野生动物的规定，福宝在出发前30天，也就是3月份开始，将对福宝进行健康以及检疫的管理。到时福宝需要单独生活，也就意味着福宝将不再营业。看着两个爷爷在录视频时通红的眼睛，想必是很克制难过的情绪了。而两个爷爷退休后也可以常来看望福宝。很多姨姨们在听到这一消息后表示心情比较复杂，一方面希望国宝都能回家，一方面又希望福猪猪可以在爱宝乐园被爱护着。不过姨姨们要相信福宝回国后，我们的饲养员也会好好爱护着他的。而福宝的生活也只是刚刚开始，让我们继续一起陪着福宝走下去。原来宝家园区的雪一直不见融化，是因为饲养员们每天晚上都会为其制造新的雪，所以园区的雪融化速度远远跟不上爷爷们的造雪速度。江爷爷这是打算让宝家这个冬天享受一整个冬天的雪啊，给宝家成员留下一个对冬天的深刻印象。等明年春天时，他们都将会期盼来年的冬天。将设备布置上后，江爷爷来到了瑞宝辉宝这里。此时瑞宝正在跟妈妈拉扯，现在房间大了，爷爷的镜头都得来回跟着跑了。瑞宝这一个劲儿的往妈妈怀里钻，想必姨姨们也猜出瑞宝这是要干嘛了，就是想要吃奶。而爱宝的态度也很坚决，那就是坚决不让瑞宝吃。爱宝这是打算给瑞宝辉宝控制每天的喝奶量了，等过段时间好让其断奶。吃不到奶的瑞宝来到爷爷身边，跟爷爷告妈妈的状，表示妈妈不让自己吃奶，但爷爷始终都是偏向爱宝的，表示瑞宝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，已经可以吃竹子来补充营养了。妈妈的奶水对瑞宝来说已经达不到瑞宝成长所需要的营养了。然后将爷爷单独给瑞宝送来了一捧自己精心挑选过的嫩竹子，在将爷爷的一番哄劝下，瑞宝也妥协了，乖乖的吃起了竹子。虽然爱宝不让瑞宝吃奶，但爱宝反过来要吃瑞宝的竹子，不愧是母女俩，在吃的方面丝毫不讲情面，吃到自己嘴里的就是自己的。而与此同时的乐宝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冷箱了。